朝鲜君王俯首跪地，朝着高台上的男人行3叩9拜之礼。而这个睥睨天下的男人，正是大清的开国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皇太极之所以当众羞辱朝鲜君王，是因为明朝颓势后，朝鲜始终不愿归顺大清，甚至嘲讽满人全都是无知蛮夷。于是皇太极为了让朝鲜认清楚自己的地位，派出5万精骑横穿鸭绿江，直逼朝鲜王都汉城，打得朝鲜兵毫无招架之力。眼瞅着汉城即将失守，朝鲜君王和文武百官连夜仓皇出逃，躲进易守难攻的南汉山城，苟延残喘。然而清军早就知道山城内天寒地冻，物资匮乏，于是立即改变战术，只围不攻，看着这些朝鲜人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果然经过1个月的围困，朝鲜士兵是冻得冻死，饿得饿死，已然溃不成军。见此情形，朝鲜君王只好派出使臣老李前去求和。谁知刚到山脚下，老李就被清军来了个下马威。你看着眼前乌泱泱的大清骑兵，老李赶紧表明自己是来求和的。然而当他踏进清军营地，看到长途跋涉的清兵们不仅丰衣足食，而且个个人高马大，凶猛彪悍。不仅如此，清军还拥有着30门威力巨大的火炮，只要大清将军一声令下，随时都能将小小的南汉山城夷为平地。而这也让老李意识到，一旦清军发起进攻，朝鲜是一点什么胜算没有啊。于是老李当即献上1000两白银，祈求大清将军撤兵和谈。谁知将军压根不给面，声称皇太极已经下令，即将御驾亲征，除非朝鲜君王亲自在皇太极面前行3拜9叩之礼，否则任何和谈的条件大清都不接受。看将军态度如此坚决，老李只好快马加鞭返回南汉山城。他将大清强盛的兵力和皇太极御驾亲征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君王，并谏言君王亲自出面和谈。此话一出，文武百官顿时炸开了锅，纷纷怒斥老李他妈是卖国行为。主战派的宰相甚至扬言，清兵在这种极寒天气里肯定撑不过10天，届时结合全朝鲜的兵力，就能将清兵一网打尽。看着这些狂妄自大、迂腐无知的官员，老李知道朝鲜离灭国不远了。10天之后，宰相胸有成竹地开启战前动员会，可随着战鼓响起，8000朝鲜士兵却站在原地犹豫不决，没有人敢往前踏出一步，因为他们深知皇太极率领的清兵有多可怕，贸然进攻就等于白白送死。宰相见状，顿时急眼了，唰地抽出佩剑递给守卫，命令他砍死队伍最后的士兵。见此情形，朝鲜士兵只能被迫前进，心惊胆战地朝清军营地一步步逼近。只见他们咣当一下推倒大清军营的栅栏，乌泱泱地冲向清军大本营。可奇怪的是，眼前的清军营帐竟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连个清军的人毛都没瞅着。就在朝鲜将领一脸懵逼之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炮响。顷刻间，几十枚火炮弹从天而降，炸得朝鲜士兵伤亡惨重，哀嚎不断。看他们已经乱了阵脚，埋伏在3公里开外的大清骑兵瞬间气势汹汹地奔涌而来。面对着5万骑兵带来的压迫感，朝鲜兵吓得们直打哆嗦，不等骑兵进入射程范围，就盲目扣动扳机。而骑兵则趁着对方手忙脚乱填充火药时，快马加鞭，直接杀到了朝鲜兵跟前。眼瞅着朝鲜士兵被打得溃不成军，宰相当即决定派出剩余的兵力赶去支援。一旁的将军实在看不下去了，当面违抗宰相的命令，敲响战鼓，提醒前线的士兵撤退。因为他知道现在派出支援只会全军覆没，及时止损才是眼下最好的选择。可令朝鲜将军没料到的是，清军步兵早已经埋伏在朝鲜军撤退的山坡上，势必要将他们赶尽杀绝。一番厮杀过后，8000朝鲜兵只剩20几人逃回城内。朝鲜君王得知打了败仗，勃然大怒，准备罢免宰相的官职。谁知宰相竟当场装出一副可怜相，将所有的责任推到将军身上，声称是因为将军阻止他派兵增援才导致战败。而朝鲜君王向来只听谗言，不仅下令杖责将军50大板，更是将冲锋的将领当场斩杀。与此同时，大清的开国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身披戎装来到了清军大营。就在士兵们将30门火炮对准南汉山城开炮的一瞬间，皇太极突然下令停止点火，他想再给朝鮮最后一次机会，于是当即发给朝鲜君王一份诏降书。독하번 너희는 야무모 미리 줄널기도 좋지. 비꺼무 돈지마 진이 군인마 우직히 시투치마 걸구나쿠 기수로 지수이와 기부염미요 너와 달리 원이 또르지비。面对皇太极霸气十足的最后通牒，朝鲜君王彻底慌了。如果任由清军攻城，那朝鲜一定是国破人亡。但听从皇太极的招降，就等于归顺大清，朝鲜人民将永远趋于大清的威压之下。而此时距离正月15只剩2天。그래, 예팔이 답서를 지어올려라. 문구를 공성해서 내 뜻을 온전히 저들에게 전하라.
可大将军一生傲骨，怎会给大清低头？ 전하, 오랑캐에게 무릎을 꿇고 삶을 구걸하는 사직을 위해 죽는 것이 신의 뜻이옵니다. 而其他大臣们也都明白，谁写了这封毁信，谁就成了朝鲜监古罪人。于是纷纷低下头，当起缩头乌龟。就连平日里咄咄逼人的宰相，现在也是连他妈屁都不敢放。见此情形，真正心系百姓的老李只好站了出来，按照君王的指示，拟写了一封诏降书，打算明日中午就孤身前往清军营地进行和谈。谁知次日一早，文武百官竟身着丧衣，一改昨日孙子模样，齐刷刷跪在君王寝殿跟前，请求君王烧掉诏降书，斩杀卖国求荣的老李。听到这儿，一向隐忍的老李彻底怒了。 오랑캐의 발밑을 기어서라도 제 나라 백성이 살아서 걸어갈 길을 열어줄 수 있는 자만이 비로소 신하와 백성이 마음으로 따를 수 있는 임금입니다. 说罢便快马加鞭，带上诏降书奔赴清军营地。谁知老李刚走到半道，清军便架起火炮对南汉山城发起了突袭。在炮火的无情肆虐下，看似坚固的城墙根本不堪一击，顷刻间就被炸出几道缺口。面对一拥而上的3万清军，朝鲜士兵奋力抵抗，可他们经受了40多天的饥寒交迫，压根儿就不是清军的对手，只能活生生的葬身在清军的利刃之下。而随着炮火在山城内四处炸响，文武百官也只管自己逃命，压根儿顾不上正在瑟瑟发抖的朝鲜君王。生死攸关之际，老李快马加鞭冲进清军大营，跪在皇太极面前苦苦哀求。 폐하, 조선의 왕이 보낸 답서입니다. 제발 공격을 멈추어 주소서. 조선의 왕이 황제 폐하의 신하가 되기를 이미 맹세하였습니다. 皇太极看赵降成功，淡定的下令停止进攻。殊不知，南汉山城早已经尸横遍野，再晚一会儿下令清军就得屠城了。随即，朝鲜君王按照皇太极的要求，脱下紫金龙袍，穿上粗布麻衣，带领朝鲜文武百官前去叩拜皇太极。伴随着象征大清国威的号角吹响，朝鲜君王当着3万清兵的面当场下跪，额头贴地，对皇太极行3叩9拜之礼，以此表示朝鲜脱离大明，忠于大清。所以讲话了，老弟永远是老弟。